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佛历6月下11，万象阵雨25到33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37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4基普，跌幅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48.4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03基普，涨幅0.63%。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3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8基普，涨幅0.2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16.66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8.18点，涨幅1.66%。开盘1098.48点，最高1116.66点，最低1079.63点。成交量115900股，成交金额5565万1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5基普，交易量872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马哈腾。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660基普，交易额3452万2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浦西开发。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3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35万基普，涨幅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5月21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18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64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24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上涨140基普，涨幅0.78%，普通汽油价格下跌30基普，跌幅0.13%。95号汽油价格下跌30基普，跌幅0.11%。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东盟召开经济部长线上会议，聚焦区域经济变局。5月20日，东盟经济部长与对话伙伴特别会议在线举行，重点讨论区域及国际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政府提高关税的影响。老挝工贸部部长马来通贡马锡参会。会议由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的投资、贸易与工业部部长主持，并设计了与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对话环节。与会各方对当前经济波动，尤其是美国上调关税表示担忧。会议强调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并呼吁加强与发展伙伴的合作，以提升东盟经济的韧性。最终，会议通过了联合声明草案。2. 博交省东鹏县考古队发现一尊佛像。5月20日，在博交省东鹏县彭坎岛湄公河畔，第3阶段佛像及文物挖掘抢救工作队发现了一尊佛像。这尊佛像为降魔姿态，高32厘米，肩宽18厘米，造型不完整。此外，考古队还发现了4件类似钱币的物品，一件类似铁桶表面的物品以及一些佛像碎片。第3阶段的文物抢救工作正按照勘探图纸进行，已持续10余天。如果发现更多佛像或文物，将依照程序通知更多相关部门和村庄参与。3. 老挝举办咖啡生豆大赛，提升品质对标国际。为推动老挝咖啡品质迈向国际标准，2025年老挝咖啡生豆大赛于5月19日在巴色市老挝咖啡协会启动。本次大赛由老挝咖啡协会联合到赫昂集团等机构共同主办，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咖啡专家担任评委。来自老挝全国的80个咖啡样品参与角逐，包括68个阿拉比卡品种和12个罗布斯塔品种。老挝咖啡协会副主席桑詹坎蒙塔表示，大赛旨在提升老挝咖啡的产量与质量，
以实现2030年国家咖啡发展战略目标。比赛将持续至5月22日完成评分，并于5月23日举行颁奖典礼。4. 甘蒙省群众组织悼念并送别越南元老烈士骨灰回国。5月20日，在甘蒙省他曲市坡西塔村某部队营地，甘蒙省群众组织举行仪式，悼念并送别17具在战争时期牺牲于甘蒙省的越南元老志愿军烈士骨灰回国。甘蒙省青年团书记冷坎赛坎潘同志率领省机关组织成员参加了此次哀悼仪式，同时马哈赛县、永马拉县、霍拉帕县的领导也组织了护送骨灰的队伍，3县的主要干部、青年团成员、青少年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了此次送别活动。5. 老挝致力于推广国际食品法典，提升食品安全标准。5月20日至22日，老挝卫生部在万象召开了国家级国际食品法典工作会议，会议由卫生部副部长派万乔普拉瑟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老挝代表金基永美共同主持。派万乔普拉瑟副部长指出，此次会议是老挝第2次国家级食品法典会议，彰显了老挝致力于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食品安全规范的决心。会议重点在于制定和完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使其与国际建议和指南保持一致。他强调，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与国际标准接轨对于增强国内产业并融入全球食品供应链至关重要，这将提升老挝在区域和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并增强消费者对老挝食品产品的信心。政府有责任确保市场上的食品安全，并最大程度降低对公众健康的风险。6. 老挝科技与通讯部发布关于互联网管理的新公告。老挝科技与通讯部于5月20日发布公告，严禁在全国范围内未经许可私自安装地下或地面电信及互联网传输线路。公告要求，所有拟在安装地下或地面电信及互联网传输线路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科技与通讯部制定的法律法规。7. 博交省警方成功抓获一对贩毒夫妇。据博交省公安厅5月20日报告，5月17日早7点，执法人员对巴塔县战东村的一处民宅进行了突袭，屋主夫妇名义上以务农为生。在搜查过程中，警方在家中发现了一支火枪和3个冰毒压模。随后，警方对嫌疑人住所周边区域进行搜查，在屋后牛棚附近的草丛中发现了86捆加5小袋冰毒，共计17万3000粒。目前，警方已将嫌疑人带走，进行进一步审讯和扩大侦查。8. 万象警方寻回失窃长达5年的摩托车并归还失主。万象市交警于5月21日举行仪式，将一辆被盗摩托车返还给车主。万象市交通警察局副局长坎彭隆迪主持了仪式。据悉，4月24日，万象交警在13号公路21公里3岔路的红绿灯处拦截了一名男子，因其驾驶一辆无车牌的红色本田摩托车。警方遂将该车带回岗亭进行检查，但这名男子未能出示任何证件，声称证件遗忘在家，并将摩托车停放在警方处，表示回家取证件，但此后便再未现身。5月5日，警方通过系统数据库核查，确认该车登记在万象市塞塔尼县威凯村的奥彭塔帕尼名下。5月6日，车主携带相关证件报案，并确认车辆早在2020年1月11日就被盗走了。经核实，车主提供的证件与车辆信息吻合，警方遂将车辆归还。目前，盗窃摩托车的嫌疑人仍在追捕中。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